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与凤行赵丽颖长发及腰，充满巫女气息。红缨银枪意外出镜，媒体再次曝光赵丽颖在与凤行剧组片场的视频。视频里，赵丽颖头发贴在头皮垂落及腰，一袭素号白衣轻盈地裹在身上，她的面上染着桃花红的胭脂，在乌发的掩映下，整个人氤氲动人的邪魅巫女气息。片场工作人员众多，娇俏的赵丽颖夹在人群中格外显眼，尤其是在诸位糙汉的陪衬下，赵丽颖更加明艳澄澈。在与凤行开拍前1个多月，赵丽颖就开始武术训练。组训期间，她更是兢兢业业地在形体老师陪同下做准备。在内娱，鲜有一线艺人为了一部古偶剧能做到如此程度。赵丽颖在娱乐圈拼打多年，她主演的《楚乔传》《花千骨》等剧都是古偶剧中的标杆。有绯后，赵丽颖戏路偏向现代剧，拍摄了《幸福到万家》《野蛮生长》。与凤行是她时隔数年后再次回归古偶剧题材。从赵丽颖勤勤恳恳的态度来看，她对这部剧应该是给予了很大的期待，筹备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充足。读过与凤行原著的粉丝都知道，赵丽颖所饰演的沈黎是一位女王爷。沈黎骁勇善战，在沙场上手握红缨枪纵马杀魔兽的能力，连男人们都望尘莫及。纵观赵丽颖之前的剧，很多角色都有激烈的打斗戏，这些角色相比较爆裂的碧苍王而言，都缺一点主动和侠气，这也是与凤行最大的特色。媒体发布的这组视频里，赵丽颖清汤挂面式的及腰长发造型获得了不少粉丝的认可。这个造型极有可能是沈黎从冥界逃婚至人间，以无毛姬的身份在行云的院子里生活了数日，法力慢慢恢复后才有了人形。由于赵丽颖准备充分到位，这个造型虽然寡淡，但让赵丽颖的好身材一览无余，和碧苍王完美的融为一体。此次还有碧苍王的红缨银枪意外出镜，纤细的银色枪身上雕刻着金色图文，枪头细长锐利，颇为精美。她和赵丽颖同框颇显融洽。沈黎这个角色很挑演员，要么女演员太过柔媚，演不出女王爷的霸气，要么是用力太猛，男人婆人设强烈到和男主没有 CP 感。从剧照来看，赵丽颖无疑是碧苍王的绝佳人选，有气势也不乏清贵。作为粉丝，你对赵丽颖的这组造型有哪些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幸福到万家对赵丽颖的意义高出很多作品，充分展现其魄力。话题不断的幸福到万家完结了，豆瓣评分 7.0 分，收视率也一直保持着不错，热度就更别说了。总之，大圆满的结局让观众们都如释重负，更是在这段时间的追剧过程中感受到了治愈。幸福到万家的剧情很紧凑，一波三折，甚至是波折不断，这让身为女主角的赵丽颖收获了不少认可。因为在整个作品中，赵丽颖所饰演的何幸福是剧中难得的励志人设。何幸福有追求有理想，遇到事情拎得清，她的优点显而易见，缺点几乎看不到。并不是说何幸福是个完美的人，而是她的三观非常正，所以做了很多积极向上的事情。其实何幸福这样的角色，在赵丽颖以往的作品中，完全可以说是另一种风格。赵丽颖很多出彩的作品都是古装大剧，这是其中的不同点。再就是她饰演已婚妇女的不多，更何况是以农村生活为背景。在幸福到万家中，赵丽颖的角色生于农村，长于农村，去城市拼搏了一番后又回到农村。虽然从年龄上来说，赵丽颖演已婚妈妈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看着不施粉黛、衣着简朴的她，难免会有着别样的感觉。而这样的转变，无疑是赵丽颖事业上的一大突破。和赵丽颖一批的女演员中，几乎很少有人会去挑战这样的剧本和人物。首先要牺牲一定的形象，
其次还有可能面临观众的质疑。赵丽颖是85花中佼佼者，无论是外形还是事业发展都很不错。她选择牺牲以往的荧屏形象，去塑造农村妇女这一人物，真的是很有魄力了。看到幸福到万家中和幸福，再联想赵丽颖的花千骨、楚乔传知否等作品，深刻地感受到她的角色上的一种颠覆。其实无论幸福到万家的口碑如何，赵丽颖都胜利了。作为演员，她能够挑战很多人不敢挑战的角色，这就是一种突破。在大银幕和小荧屏上，能够出演农村妇女的女明星不多，更何况是像《幸福到万家》这样剧本深深扎根农村的作品。总而言之，赵丽颖选择出演农村妇女和幸福，是一件很有勇气而且值得鼓励的事情。演员能够突破自己是好事，我们应该多多支持。赵丽颖再一次被央视表扬，这才是娱乐圈的榜样。2022年是赵丽颖的高光之年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平230亿的播放量，勇夺2022年网播量冠军。5月，赵丽颖入选福布斯中国名人榜，位列第15位。7月，赵丽颖担任河北省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第5届理事会副主席。刚刚迎来大结局的热播剧《幸福到万家》引爆全网热议，更是被央视点名表扬。网络点评：赵丽颖把农村妇女的形象演活了，成功的让农村女性的形象出圈。其实，从农村走出来的赵丽颖，自身何尝不是一个励志的典范？她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龙套，成为今天的霸屏大女主，靠的不仅仅是幸运，更是对人生永不妥协的那股倔强。人在低谷时，学会埋头苦干。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，一无学历，二无背景。这名农村女孩刚刚读完中专就出来闯荡了。2006年，她靠参加雅虎搜星选秀节目脱颖而出，从此走上演艺之路。但是，她并没有一炮而红，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低谷时期。在各大影视剧里打酱油，龙套一跑就是7年，最好的角色也只是演丫鬟。因为出身农村，又没有高学历和雄厚的资源，她总是被人奚落。有一次过新年，她好心给工作人员和群演发红包，却被嫌弃200元给的少，换来一句乡下人。上综艺玩游戏，她因为动作太大不小心扯到其他明星的衣服，被骂没素质，甚至被要求滚出娱乐圈。同期的85后小花，有的成为顶流明星，有的稳坐偶像剧女主的位置，有的嫁给了人脉宽广的丈夫。而对比之下，赵丽颖落后太多了。但是，赵丽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一直默默地努力拍戏，历练自己的演技。果然不负有心人，赵丽颖的拼命与苦干迎来了收获。从2011年的新还珠格格崭露头角，到2015年的花千骨大展风采，不断打破中国内地周播剧收视纪录。赵丽颖凭借花千骨先后获得第6届澳门国际电视节金莲花最佳女主角奖、第6届国剧盛典最具收视号召力演员奖、第22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名、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。她一步一脚印的几项一线小花之列，全凭一个稳字，稳扎稳打，本分老实。赵丽颖的能力并不是最出众的，但是在快节奏的演员市场，她够老实，也够踏实，不急于证明自己，而是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去奠定自己的实力。她的成功印证了一个道理：人越是在低谷时，越要埋头苦干。机会从来都不缺，但是它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有人说她是幸运的，总能遇到伯乐，但是这份幸运如果没有能力作为依托，终究也是昙花一现。运气只有和实力搭配在一起的时候，才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。赵丽颖并没有急于求成，她深知自己起点低，所以不断积累人脉与能力，在机会到来的时候紧紧握住，
爆发出惊人的后劲。大器晚成也是一种耀眼的光芒。赵丽颖最为轰动的一段感情，就是与冯绍峰的婚姻。在离婚后，她曾不止一度在节目里流泪。为了让儿子有更好的家庭环境，她选择放弃儿子的抚养权，原因是前夫经济条件更好。冯绍峰则是娱乐圈里的富二代，而农村出身的赵丽颖一直被婆婆瞧不起，所以冯绍峰的财富和背景是赵丽颖一时无法抗衡的。婚姻中地位不对等，很容易让这段关系失衡。赵丽颖生完孩子后，就立刻复出拍戏，拼搏事业。她骨子里是个倔强的女人，不希望活在低人一等的眼光里。但是，也许正是由于她的野心太强，所以导致了婚后夫妻两人矛盾不断，观念不合。冯绍峰的母亲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，网传她经常会有看不上儿媳妇的言论。在两人离婚的时候，强势的婆婆执意将孙子留在自己身边。这件事对赵丽颖的打击很大，一度情绪低落。但是她找不到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忍痛退让。所以，离婚后的赵丽颖更加拼命地拍戏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王思聪曾公开表示自己对赵丽颖的欣赏。论毒舌，王思聪丝毫不亚于金星，不少女明星都曾被他对过，可是唯独赵丽颖，他毫不吝啬夸赞。当初赵丽颖和林更新在拍《楚乔传》的时候偶遇王思聪，但是他并没有热情地与他拉近乎，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中。后来王思聪追求她，却被他婉拒了。于是王思聪私下主动了解她后，才发现这个女孩子一路走来的辛酸与不易。她小心翼翼的个性，真实与不做作的性格，让王思聪动容。王思聪在采访中表示，愿意用一生守护这个女孩。一个女人想要获得理想的人生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赵丽颖虽然出身并不优越，但是她没有走旁门左道，靠傍大款让自己上位，更没有利用婚姻来敛财。相反，她保持着自己淳朴的本性，走了一条最艰难却又最坚实的道路。只有靠自己获得的成功，才会真正让人从心底佩服与尊重。赵丽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，就是知恩图报。在一期综艺节目中，她耿直说出在拍摄《还珠格格》的时候，被演员张睿私下叫她去房间里。那是因为正赶上过年，自己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地方可去，张睿便把赵丽颖叫过去给她做了年夜饭吃。说到这里，赵丽颖低头哽咽了。她表示自己非常感激，这份恩情她一直记住。后来出演《楚乔传》的时候，她还极力推荐张睿女友来剧组演戏，以报答那顿年夜饭的情谊。小小的举动都让她铭记于心。懂得感恩的人，命运都不会太差。从农村走出来的赵丽颖，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。曾经有河北的村民在网上抱怨自己的家乡路总是坑坑洼洼。赵丽颖在知道了这件事情后，直接就第一时间找到当地政府捐款，希望政府能够尽快为大家修路，以身作则，带头为家乡谋幸福。这不是与幸福到万家里和幸福不谋而合。赵丽颖能有今天的成绩，被央视点名表扬，被选为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，与自身的正能量密不可分。提起何幸福这个角色，赵丽颖说她很心疼。何幸福看起来很柔弱，其实内心很强大。不过她也是没办法，如果不强大，就只能挨欺负。双引号，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不是演出来的。何幸福遭遇的很多事，赵丽颖在农村也见过，所以她才能感同身受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何幸福就是赵丽颖本身的缩影。在不久前的金鹰奖颁奖典礼上，赵丽颖发表获奖感言时，她也不忘祝愿更多的演员可以被观众所喜爱和认可。这种发自内心对同行的祝福，
就是一种良性竞争下的善良和善意。善良永远是一个人最值得拥有的人生底色，它是一种看似笨拙的真诚，也是能使一个人能走得更远的品质。一个人纵使才华再横溢，倘若投机取巧、勾心斗角、忘恩负义，最终也会毁于一旦。唯有善良，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赵丽颖对和幸福两句朴实的台词印象深刻：一是使劲活，好好活；二是人不应该只是活着，还要活得明白，活出自我。同样来自农村，一路奋斗到现在的赵丽颖坦言，每个在奋斗路上的人都会被和幸福的生命力感染，抱着向上的心态，追求理想生活。我只想对自己说，加油！双引号，这也是他对自己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最好的诠释。我在这里真心祝福他，越来越幸运，越来越幸福。